怎么不和我提前说一声就跑来了？早餐而已，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东西？原来今天的天气这么好。如果不是实验还没结束，真想跟你出去走走。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郊外还有没有桃花了。你不是说最近在忙一档新节目吗？突然过来找我，是不是遇上什么难题了？果然不是特意来给我送早餐的。是有问题要找我请教，才会带早餐来的吗？明明这么久没见了，你似乎一点都不想我。我们先吃早餐。这回就饶了我吧，大制作人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我现在真的知道，你没有不想我了。接下来该让我看看你的难题了。原来你是被这个难住了。我们这样面对面坐着，我写字不是很方便，你要不要坐过来点？你可以这样简单理解， A 的意思是全部肯定， E 的意思是全部否定， I 的意思是部分肯定，
O 的意思是部分否定。这其中 A 与 O 是矛盾关系， I 与 E 是矛盾关系，两者必有一真一假。就比如你刚刚说没有不想我，就是否定了全部否定，也就是说 E 是假的。与之相对，就是肯定了 I 是真的，也就是说有一点想我，对吗？前2天我去了一个讲座，恰好碰见了你邀约上节目的徐老教授。他对你赞不绝口，说你们2个星期前就已经跟他顺过脚本，他给你出的几道逻辑题，你全都做出来了。这些最基础的理论知识，早就难不住你了，还找借口说是有问题向我请教。小骗子，就知道欺负我。我说的可不止这一件事。这2个星期，阿明常常给我送一些宵夜来，有时是热粥，有时是饭菜。说是外卖，味道可不像。窗台的吊兰很久之前叶子就黄了，我一直没空管。前几天无意中瞥了一眼，才发现早已经换上了一盆新的。有时一大早从实验间回到办公室，会发现桌上凭空多了一杯已经泡得正好的清茶。我是什么时候养了你这么一只田螺姑娘呢？怎么可能没发现？而且原本已经空了的茶叶罐被人装满了新茶。我还在想，我抽不出时间，你大概又是一个人去采买的茶叶。最近怎么了吗？我也是。怎么，羡慕了？这个时间过来，是已经录完影了，效果很好。这不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吗？以往你突然跑来找我，大都是想要跟我传达好消息。
失败了。100次实验里，确实只有第100次的成功最让人开心。可这不代表之前99次的失败是没有价值的。和你做节目也会遇上难题，会有收视不佳、口碑下滑的时候一样。我的工作也常常会有这样泄气的日常。不过不要紧，失败不重要，知道自己走错了路更重要。希望下一次我也有好消息可以告诉你。其实多少还是有些不开心的。以后不要一个人在大晚上跑出来了，也不准再走小巷抄近路了。我怎么可能放心你一个人走夜路回去呢？只是如果陪着你一起回去，或是跟你说上2句话，我大概就没有继续做研究的心思了。所以每次都只把你送到楼下，等看你的窗口亮起灯了，就转头回研究所。这样我也可以有机会休息一小会儿，慢慢散步，慢慢整理一天的工作思路。小傻瓜，不要道歉，你没有给我添麻烦。你给我带来的惊喜，我都很喜欢，不只喜欢，还情不自禁地期待起来。期待你下次会带来怎样的礼物，也期待着疲惫工作了一整天之后，可以见到你的时刻。是我这些年枯燥却平常的研究生活中最有趣的一次体验。要吃冰淇淋吗？我倒是有点想吃了，陪我一起吧。好吃。实验已经结束，该回去休息了。回家。